男主人公大北22岁，来自内蒙古本科；女主人公小青22岁，也来自内蒙古。她现在是一名学生，本科在读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欢迎啊！你是他的提款机，这话怎么讲？就是因为吧，平常他每个月要买好多名贵的东西，比如说手表呀、衣服之类的，他不就便宜的不穿，自己没有多少钱，他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老公，我喜欢这个，你给我买吧。”然后每个月花销在2、3万范围之内，光一个暑假手机就换了4、5部。我换手机是在，就是他换手机的前提下，就是他换一个手机，我就会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比我这个好，我就想拿过来用。我拿过来用，他就又买一个新的，那我又觉得他那个又比我的好。我来问问啊，小伙子，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啊？一个月2、3万？我家里，我爸每个月给的生活费比较多。一个月给多少？大概2万多吧。读大学1个月2万多的生活费。对，我因为我一直以来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的这种，所以生活费也比较富裕。现在怎么不想花了？觉得怎么就意识到这问题不对了呢？过完年的时候吧，我父亲生病了，肾上边长肿瘤了。当时我就和我妈就特别难受，因为这个我上网上查了一下，80%它就是这个恶性肿瘤。那段时间我就在想，父亲什么东西都给我弄最好，我现在长这么大20多年，花他上百万的钱了吧，突然一下我就感觉心里边特不是滋味。如果我能少花点，就能为他那最后不是查出来说，就是这个就是良性的，然后也不是恶性的，就是说恶性的就可以这样了，也不是说恶性的就可以这样了。我们在一起嘛，然后找对象，你肯定是要花一部分钱的。再说我没有管他，我要这要那了，是他先开始带着我，就是你喜欢这个吗？那买吧。你喜欢那个吗？那买吧。你的意思是他惯了你了？对，他惯成我这个毛病了。然后你现在突然间跟我说啊，我不给你花钱了，那你会让我心里怎么想？你既然观念已经变了，你不给他钱不就完了吗？没钱了吗？我不给他钱，但是他找朋友借呀，跟我朋友直接说我给你借2万块钱，我要买一个名牌的包包，他直接就跟人家说你就找我还吧，就这么这个意思。他告诉我说，如果就是你要喜欢一个东西的话，我不在身边，你就先管别人要，然后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，说你不能穿那种地摊货，那种东西不好，对皮肤会不好，对你身体不好。以前是我的错吧？现在我通过那件事之后，我一下就是顿悟了，改变了。我现在希望你改变。我长那么大20多年的习惯，一下都能改变过来。为啥你就不能跟着改变一下呢？按照你的意愿走呢？你说行了，你今天就必须变成阔太太，你那个什么那些衣服全给我扔了，你不能穿。然后我要去买好的东西，我要买特别贵的。你今天说好了，我觉悟了，你这些东西都不能扔了，我就要把所有名贵的东西都扔了，我去跟你过那种简朴的生活，折腾什么？他明明有这个条件去过这种好的生活，明明站在那个台阶上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下去走？我特别不明白。如果他现在就为这个事儿，他跟你分手了，他看不上你，跟你分手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他不会跟我分手。如果你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，那咱俩这段感情真的是走不下去。我也不是说看上他的钱了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我再跟他找对象，我觉得我俩之间真的就是感情还是在那里的，只不过我这些习惯是他把我培养成这样的。你的意思就是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呗？你怎么个想法对这个事儿？我觉得咱们就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，不能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。上次过生日他要块表，我说咱买个便宜点的吧，他当时就看上一块阿玛尼的表啊，挺贵的。我不是现在刚毕业嘛，还没找到工作，我现在不希望我再花家里这么多钱了。我当时我就不乐意给他买，完了2人就生气了。哎，你花他钱的时候，你心不抖吗？那是他的钱。他告诉我这样是好的，然后这样是对的，你自己不辨别吗，孩子？他也有能力，就是他有什么能力啊？不是说他挣的特别少，我要求特别贵的东西，我没有这样的，我觉得都在他承受范围之内。你的逻辑我听明白了，是因为他把你带到了一个相对高的生活的坎儿。这个生活的坎儿你下不来了，你现在希望维持在这个平台上，是这意思吗？我不是说下不来了，是他现在就是他就在这个坎儿上，他没有必要下来。我气死了我。我喜欢他真不是因为他有钱或者怎么样，其实我真的就是看到的是这个人。他如果有一天就是1分钱没了，就家里面也拿不出钱了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我就觉得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会。会不就完了吗？
那我就说他根本就没必要可是事实证明你不会啊，他不给你钱，你就打着他的旗号问他朋友借钱。我在北京，他在内蒙，有时候他看上一个东西嘛，我有时候钱给他打不过去嘛，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。你每个月到底要给他多少钱呀？多到1万多吧，15000到2万吧。实际上面等于你父母先给你打钱，对对，然后你再把钱打给他。对他经常就是什么，我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包，我今天出去逛街了，我在什么商场看到一个包一个衣服。没有，是先开始就是我所有网上的东西，他都会就在购物车里嘛，他就会都给我买回来。逛街，然后他就会说啊，这个你喜欢吗？那个你喜欢吗？喜欢吧，那就拿上吧。我就感觉就这样的，我就。但是那是以前呀，以前我知道我以前是错的，现在我想改，但是你怎么就咱俩就老因为这种现在因为这个问题吵架呢？他刚才说1个月给你1.4万啊，你开销怎么会那么大？买东西的话才会这么大。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啊。就不会这样的。你们问吧，你们管束一下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个女孩子啊，你对这个金钱的占有欲啊，太强烈了。自己家境就还行，所以我花钱的习惯也就在这种的。我再插一句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姑娘就是，如果是你的父母亲生病了，你还会要求他跟你一同去那么的高消费吗？人家对方的父亲生的这个病是真的是很严重的。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要求这个小伙子一味的在经济上去满足你，你不觉得这样的很自私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应该跟这个小伙子同甘共苦，去理解他，去包容他，甚至给他鼓励，而不是一味的天天买这买那。我觉得完全是在2个方向在飞。你要理解你的男朋友，他现在遇到的情况已经不是过去的情况，他父亲已经生了病了，你怎么还无休无止的在还这样做呢？这个故事分2段，前段的标签是混沌，后段的标签是觉醒。在前段当中，我们看不到你任何的爱情的一个幸福，完全就是一种对金钱的挥霍。男方以为爱他就是为他花钱，女方以为爱我就是为我花钱，你们这完全就是理解错误。好在有了一件事使男方觉醒，接下来一定要跟你周围的朋友说，如果这个女孩出现在你们面前去借钱的话，对不起，不要借她，借也可以，还一定不要来找我。我现在知道，我的付出其实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付出，因为我的钱都是家里给我的，所以我以后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奢侈，那么浪费。你觉醒了，女孩，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，非常可怕。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站在我这种角度，然后说一下，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抨击点都在我这里，你们觉得呢？就是我觉得那我跟你讲讲爱好吗？现实我们是需要讲的，但不能去拜金。你对我爱吧，你就给我多少多少钱，那是交易，不是爱情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那种真实的感情在的，就像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了，他就过去照顾我，我住院了。他就每天都去陪床嘛，然后晚上每天要输一个0点1，我当时都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我就睡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坐在那个小床上，自己就已经特别困了，然后他还一直盯着那个液体。对呀，这都是他对你好啊，他不仅给你花钱，他还对你那么好啊。我也为他付出真挺多的。我们绝不否认你们俩之间有感情在，但是请把金钱这个标准拿开。我可以这么说，爱情是一个成长，双方成长的过程。他成长了，他已经觉醒了，但如果你再不成长的话，你们俩距离会越来越远，结果肯定是一刀两断。他们这种情况应该算现在恋爱当中的个例，因为我们最近有过一个调查。现在的90后以及80后，就85后，他们的恋爱方式大部分是 AA 制的恋爱，男方或者女孩都愿意为他们的恋爱共同来投资，就在经济问题上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个例。然后第二个，我觉得还是男孩子，你真的不懂得怎么去给予对方爱。刚刚虽然曲老师说他觉悟了、顿悟了，但是觉悟、顿悟还有一个行动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措施的话，你觉悟了是等于没有用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断下来，你就干干脆脆的给你的朋友交代，我不会帮你还钱。第二，给他一个交代，我不会再给你钱花。你做出行动，你才能让他去制止。
如果你这边嘴里说我不想让你花钱，但是行动还是给他钱花，这是没有用。就像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一样的，表面上父母对孩子有很多制止，但是暗地里还给很多好处，孩子永远长不大。其实我跟你们俩还挺有缘的啊。给我东西，然后我先开始我也不会是说一找他，然后我就很好意思花他的所有的钱或者怎么样的，是他告诉我这个可以那个可以，然后我成这样的。你刚才说的所有的口吻，无外乎就是说清楚了一件事儿。当初你不应该对我好，你对我坏，我今天我就不这样了。谁让你当初对我这么好，你现在又对我不这么好？我一喜一忧，喜的是小鹏老师他们做的那个调查，我挺高兴的。85后、90后的孩子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充分的尊重对方，用大家的钱去共建一个自己的幸福，这是我特别高兴的。但是看到你，我特别忧伤，我挺替你可悲的。有一点你真的错了，你说他给你就拿，为什么就能拿？我先开始。为什么就能拿？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什么？陌生叔叔和阿姨给的东西是不要拿的，为什么？其实当一个人去追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空了，其实就是一个最小的转变。而且我看他只是说说而已，还没真到做的那一步。3个问题，你们俩都回答。你喜欢他什么？他那种气质，大大咧咧的。你喜欢他什么？他对我好。啊，这个我们都想到了。第2个问题。这个男人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他脾气太好了。脾气好是缺点啊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最大的缺点就是现在形成一种就是攀比的性格。好，第3个问题，如果他变成了一个穷光蛋，你还跟不跟他好？跟他好。他坚定的跟你好，但是他永远减退不了他的攀比心了。这样的女人你还敢娶吗？我有点犹豫吧。好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短暂的思考一下，然后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。其实咱俩恋爱这2年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我这种的错误的习惯也把你带到了这种错误的习惯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希望你能悔改。我虽然说不能给你特别奢华的爱情，但是我一样会用我的真心的行动来对你好的。将来假如说我一无所有了，你一拍屁股走人了，所以说我现在就特别犹豫这个，你到底是对我的钱感兴趣呢，还是对我的人？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到底图的你什么？我觉得你自己心里应该知道。虽然说这是我的缺点，但是我也有我特别好的地方。今天大家只看到了我的一面，但是你懂我的很多面，我会改，但是这种的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。我真的是想跟你在一起，我想跟你结婚，想跟你一起走以后的日子。没了。没了。亮灯吧，请亮灯。如果你还愿意再出来的话，请你想好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我。在你童年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告诉你，我们为什么不拿别人的东西？为什么不伸手为别人要东西？然后你再想想你现在的行为，是不是谈了恋爱就有权利去拿别人的财富？2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面对这样一段感情，你们看好吗？请选择。现场有78.13%的观众朋友反对。好，你投的什么票？反对票啊。你应该投赞成啊。你有没有在他的身上看到你的影子？不过他的贪欲是来自于钱财，你的贪欲是要求他的那种陪伴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感觉到了吗？但是我在金钱这方面很独立。你投的什么票？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这哥们跟我一样累，我不想看到同胞受苦。你要看到同胞受苦，不过苦的方式不一样是吧？对，就索要的方式不一样。我就看到台上是另一个自己，而且我看他们就说，
感情也许不会相对我们太深，所以我想，如果他的付出完全得不到回报，还不如早一点出来，不会像我这样就是说出不来。你的意思现在你跟他在一起很无奈是吧？也不是，因为感情太深了，所以这感情这一方面就比较难以割舍。好，谢谢你们啊，来请坐。我特别相信一点，在生活当中人不能贪婪，贪欲会让一个人迷住眼睛。我们还是把所有的目光转移到这对年轻人吧，看看他们自己做什么样的选择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能做到改变吗，小鹏？我能。你得自己先变。对，我一定能自己改变，因为通过就我父亲生病那事儿以后呢，我觉得就是再大的一个企业，再大的一个有钱人，他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穷光蛋。你真能改哈？别人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，然后只有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才是你自己的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早明白啊。来，有请我们的2个小花童。小朋友不要走，把这个送给你。啊，他知道给阿姨，你看他都知道。谢谢你，请回啊。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的一个套装礼盒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好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见证这2个年轻人自己誓言的神圣时刻吧。姑娘一定要改变，我觉得你今天有了改变的意识就好了。大家嘉宾我看都说到了，最重要的是去做，好吗？祝福你们一路走好。请回，谢谢。